傻大个，来吧！陈平朝着那大虎招了招手。大虎，弄死他，不要留手！豹虎怒吼着。大虎点了点头，随后纵身一跃到了台上。大虎庞大的身躯轰然落在擂台上，整个豹虎方都随之震颤，地面上的灰尘被震得腾空而起，在灯光下形成一片朦胧的雾霭。他那双铜铃般的眼睛死死盯着陈平，瞳孔中跳动着暴虐的火焰，粗大的鼻孔喷出2道白气，仿佛一头被激怒的洪荒巨兽正在苏醒。小虫子，我会把你捏成肉酱！大虎的声音如同闷雷滚动，震得擂台四周的灯笼摇晃不止，火苗忽明忽暗。他的声音中带着残忍的兴奋，似乎已经预见陈平被碾成肉泥的场景。陈平却只是轻蔑一笑，嘴角勾起一个危险的弧度。他慢条斯理地卷起衣袖，露出看似瘦弱时则线条分明的手臂，然后朝大虎勾了勾手指。来，让我看看你这傻大个有几斤几两。他的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遍整个豹虎方，带着不容置疑的自信。豹虎仰头大笑，声如洪钟，小子，现在跪地求饶，我还能留你个全尸。陈平冷冷一笑，并未回应，只是活动了一下手腕，指节发出清脆的响声。这看似随意的动作，却让大虎心中莫名一紧。直觉告诉他，眼前这个看似弱小的对手，绝非表面那般简单。大虎率先发难，他迈动粗壮的双腿，如同移动的小山般冲向陈平，地面在他的踩踏下出现一道道裂痕。他仰天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，声浪冲击的擂台四周的防护屏障都泛起涟漪。紧接着，他巨大的拳头带着破空之声砸向陈平，拳锋所过之处，空气被挤压出肉眼可见的波纹，发出刺耳的爆鸣声。这一拳之威，足以将一座小山丘轰成平地。台下众人纷纷捂住耳朵，一些修为较弱的甚至被拳风掀翻在地，脸色惨白。有人已经闭上眼睛，不忍看陈平被砸成肉酱的惨状。白毅站在擂台边缘，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，但看到陈平从容不迫的样子，又稍稍安心。他擦了擦汗，小声嘀咕道：“贤婿啊，贤婿，你可千万要顶住。”然而陈平只是微微侧身，动作优雅的如同在花园中漫步。那硕大的拳头擦着他的衣角砸在擂台上，顿时将特制的黑曜石擂台砸出一个直径2米的大坑，碎石飞溅，烟尘弥漫。太慢了！陈平嗤笑一声，声音中带着毫不掩饰的嘲讽。他的身形突然模糊，下一刻已经出现在大虎背后，速度快得连残影都来不及留下。什么？豹虎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，瞪大眼睛，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。他的手指不自觉地捏碎了座椅扶手，木屑从指缝间簌簌落下。陈平轻轻一跃，竟跳到了大虎的肩膀上，动作轻盈的如同一片落叶。他蹲下身，拍了拍大虎那长满胡茬的脸颊，语气轻佻：“傻大个，你妈妈没教你要注意背后吗？”大虎怒吼着，伸手去抓肩膀上的陈平，却只抓到一团空气。陈平早已闪到他另一侧肩膀上，玩得不亦乐乎。该死的老鼠，给我下来！大虎暴跳如雷，巨大的手掌拍向自己的肩膀，却每次都差之毫厘。他的动作在陈平眼中慢得如同蜗牛爬行。戏耍够了，陈平直接从那大虎身上跳了下来。大虎被戏耍，满脸的怒气，大声嘶吼着，就像是发了疯的公牛一般。随即一拳狠狠朝着陈平砸去，这一次陈平并没有再利用身形躲闪，只见陈平不闪不避，一掌朝着那大虎的拳头抓去，手掌与大虎的拳头轰然相撞，刹那间一道耀眼的光芒迸发而出，强烈的气浪以碰撞点为中心向四周扩散，众人被气浪掀翻在地，不得不抬手遮挡眼睛。待光芒消散，众人惊讶地发现大虎那巨大的拳头竟被陈平的手掌死死抓住，纹丝不动。怎么可能？豹虎瞪大了眼睛，难以置信地惊呼出声。要知道，大虎的肉身力量在黑市中堪称一绝，
以往与人对战都是他单方面碾压对手，何曾遇到过如此强劲的敌手？大虎怒吼一声，全身肌肉紧绷，青筋暴起，试图挣脱陈平的束缚。陈平却只是冷冷一笑，手腕猛然发力，大虎的拳头竟被他硬生生扭转方向。紧接着，陈平一脚踹在大虎的膝盖上，只听咔嚓一声脆响，大虎那如同铁塔般的身躯轰然跪倒在地。全场一片死寂，众人张大了嘴巴，说不出话来。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强大的肉身力量，能够与体型悬殊巨大的对手抗衡，甚至还占据上风。轮到我了，陈平轻声说道，声音虽轻，却如同惊雷般在众人耳边炸响。他身形一闪，瞬间消失在原地。下一刻，大虎的脸上便结结实实挨了一拳，整个人被打得飞了出去，重重撞在擂台边缘的墙壁上，墙壁上留下一个巨大的人形凹陷。大虎挣扎着想要站起来，却发现自己的身体仿佛散了架一般，每动一下都剧痛无比。陈平缓步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就这点能耐？豹虎脸色铁青，怒吼道，大虎，给我起来，弄死他！大虎咬着牙，拼尽全力想要起身，却又被陈平一脚踩在胸口。陈平微微用力，大虎只感觉胸口仿佛被一座大山压住，呼吸困难，眼前阵阵发黑。认输吧，陈平说道。大虎怒目圆睁，却也不得不承认，自己在这个看似弱小的对手面前毫无还手之力。他艰难地点了点头，表示认输。陈平收回脚，大虎如同一滩烂泥般瘫倒在地。全场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惊呼声，众人看向陈平的眼神中充满了恐惧与敬畏。还有谁？陈平环视四周，目光如炬，扫视一周，我要一个打10个。豹虎的脸色阴沉的可怕，他咬牙切齿地说道，好，小子，你有种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一起上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有多厉害。说着，他大手一挥，身后10名豹虎方的高手纷纷跃上擂台。10名豹高手沉重的脚步声如同战鼓雷动，这些人个个都是肉身修炼的高手，最矮的也有2米多高，浑身肌肉虬结，皮肤上泛着金属般的光泽。他们呈扇形将陈平包围，眼中闪烁着嗜血的光芒。白毅脸色大变，焦急地喊道，贤婿，不可！他们人多势众，你一个人根本不是对手，出门在外要低调点，你这么装逼，我也兜不住你啊！白毅急了，虽然陈平肉身强悍，力量也足够变态，可是要一个打10个，这也太离谱了。陈平却摆了摆手，示意白毅不用担心。他活动了一下肩膀，笑道，来得正好，我还嫌不过瘾呢。豹虎脸色铁青，额头上的青筋突突直跳，他猛地拍碎面前的桌子，怒吼道，弄死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！第一个冲上来的高手挥舞着铁锤般的拳头，拳头上缠绕着淡淡的气劲，显然已经将肉身力量修炼到了极致。陈平不闪不避，同样一拳轰出，他的拳头相比之下小得可怜，却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。咔嚓，清脆的骨裂声响起，在寂静的豹虎方中格外刺耳。那壮汉的整条手臂扭曲成了一个诡异的角度，白骨刺破皮肤，鲜血喷涌而出。他惨叫着倒飞出去，撞碎了擂台边缘的立柱，瘫软在地不省人事。第2个、第3个敌人同时攻来，一个拳如中锤出击，一个腿如钢鞭横扫。陈平身形一闪，轻松避开攻击，同时双手如穿花蝴蝶般在2人身上轻轻一点，噗的，一名高手突然口吐鲜血，跪倒在地，另一个则抱着扭曲变形的腿哀嚎不止。陈平的每一击都精准地命中他们的要害，看似轻描淡写，实则蕴含着恐怖的破坏力。陈平如同虎入羊群，在10名高手的围攻中游刃有余，他的动作快得让人眼花缭乱，豹虎方的人甚至连他的衣角都摸不到。
每一次出手都有一名敌人惨叫着倒下，或是手臂折断，或是腿骨碎裂，或是直接昏死过去。豹虎方的高手们见此情景，心中大骇，攻势变得更加猛烈。然而陈平却越战越勇，他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力量也越来越强。在他的攻击下，豹虎方的高手们纷纷倒地，惨叫声此起彼伏。众人看得目瞪口呆，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强大的战斗力。一个人对抗10名高手，不仅没有落入下风，反而将对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这简直超出了他们的认知。这还是人吗？有人喃喃自语道。他的肉身力量怎么可能如此恐怖？另一个人难以置信地说道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擂台上的形势越发明朗。豹虎方的10名高手只剩下最后2人还在苦支撑。他们看着周围倒下的同伴，心中充满了恐惧，动作也变得慌乱起来。陈平抓住机会，身形一闪，出现在其中一人身后，一拳打在对方的后颈上。那人只觉眼前一黑，便瘫倒在地。紧接着陈平又冲向最后一人，一脚将其踹飞。短短几分钟，擂台上就只剩下陈平一人站立。豹虎方的高手们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，呻吟声此起彼伏，鲜血染红了黑曜石地面，在灯光下泛着诡异的光泽。豹虎面如死灰，虽有不甘，但还是嘴唇颤抖着说道：我认输。他的声音细如蚊呐，与先前的嚣张判若两人。白毅激动地跳起来，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花，哈哈哈！发财了！诺清，快把豹虎方的库房给我搬空。他搓着手，已经开始盘算这些仙币能买多少珍稀材料了。陈平缓步走到豹虎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豹虎方方主，他的眼神冰冷，如同在看一只蝼蚁。记住，以后见到我们灵狐方的人，绕着走。就在这时，豹虎眼中闪过一丝阴狠，他突然从袖中掏出一把淬毒的匕首，匕首上泛着幽绿的寒光，显然涂有剧毒。他猛地刺向陈平的心口，速度快如闪电。